难道你就甘心将自己浇灌出来的花，让别人凭空摘走吗？我不甘心。阿娘有所不知，那小子他并不稳妥。我日日担心茵茵会在他那受委屈。那就把他抢回来，他本来就属于你的。他如今得罪了牛家，你只有把他娶回来，才能真正的保护他。只要让他面临和你一样的挣扎，他就会明白你，理解你，终有一天会再次爱上你。季娘子不在这儿吗？会长在里边谈生意呢，一笔大生意。大生意？吐蕃来的钱掌柜，为了他们的赛马会，订购了30匹刘伯锦，高于市场价30%呢。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生意吗？这笔单如果成了，我们以后1年都衣食无忧了。六郎，哎，来送一下钱掌柜。季娘子、于掌柜，请留步。慢走。这边请。白郎君怎么在这里？可是第一批刘伯锦的分利有什么问题？买卖还没有结束，难道交情就要结束了吗？今日白某是来做客的啊，白郎君是外邦人，可能不清楚，在我们中原做客做生意得先敲门递拜帖，人主人家同意了才能来。于掌柜，递货了。白郎君入乡随俗的很快啊。哎呀，先说正事儿吧，怎么样啊？依依，这笔单签了吗？咱们飞花会是不是要发达了？你们如何看待这笔订单？觉得该签吗？签啊，肯定签啊！有钱不赚，不傻吗？那白郎君觉得呢？白某只不过是个外人，也不懂织锦，不敢随便乱拿主意啊，还是得季娘子和于掌柜定夺才是。这笔订单，我们已经回绝了。啊，这么好的生意，为什么不做呀？哎呀，于掌柜，您拦着点啊！这么好的生意，那是有条件的。钱掌柜之所以出了那么高的价格，那是因为他定的时间太赶了，而且时间定得很死，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。当然了，我们努把力抓紧一点，也不是不能做到，但是就怕万一呀，一旦出现疏漏，我们不能按时交货，那留给我们的就是巨额的赔付。如今我们飞花会稳中有进，没必要冒这个险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听会长的，一笔订单嘛，少赚就少赚点吧。这样，5日之后是个好日子，我请大家去散花楼大吃一顿。现在生意那么好，订单那么多，哪有时间去？愣着干嘛呀？干活啊都！干活于掌柜，这批丝已经配好了。去看看。不是，你们不问问爷5日之后什么日子吗？是斗鸡还是斗蛐蛐赢了呀？你阿爷不骂你便是好事了。就这么不给爷面子吗？这5日之后是什么好日子？这5日之后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这
季娘子的朋友就不能是白某的朋友吗？这我可管不了，端看白郎君自己如何打动他们吧。娘子，会说，娘子，娘子，家里来客人了，夫人叫我喊你回家。白郎君，先告辞了。谁呀？谁来了？是姨母。姨母，天要亡我呀！走走走，继叔走。他在哪儿啊？姨母，姨母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呼小叫，跑来跑去的，成何体统？见过姨母。这才有姑娘家家的样子嘛。你来的这几日，帮我好好管教管教他。来，咱们吃饭吧。哎，吃饭要端庄，岂有直接动手的道理？哎呀，吃饭要细嚼慢咽。你看你这塞得满口牙齿都露出来了。哎，姨母，您身子最近……食不言，寝不语的道理也不记得了。此次还是李峰告诉我，说姐夫翻案了。若不是叶娘婚期将近，我本该早些过来的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姐夫终于沉冤得雪，姐姐你也终于等来这一天，我着实为你感到高兴。是啊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来，喝茶。我怎么这么不幸啊？当年我们家遭难去找他们帮忙的时候，你记得姨父是怎么侮辱我们的吗？姨父虽然可恶，可前2年多亏姨母的偷偷接济，我们才能熬下来啊。姨母我肯定是感激的，但这个姨父，他肯定是看我们发达了，又想认这个亲戚。嘘。你看看你们家叶娘多好，这都已经婚配了，我们家那2个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呢。阿姐，其实我早有准备。婷儿、茵茵，你俩快进来。哦。姨母，姨母此次过来啊，给你们带了礼物，过来看看喜不喜欢。这是婷儿的。哎。这是茵茵的。谢谢姨母。只是姨母，我跟阿兄的是不是反了？没反啊。这簪子呀，是姨母给你未来夫人准备的。这金履带嘛，自然是给你未来夫婿喽。你们2个，自己的终身大事也要着紧，莫叫阿娘着急。婷儿，哎，这玉簪可还喜欢？年年君子，闻其如玉。姨母的礼，婷儿自然喜欢。喜欢就好。
那这几日，姨母便给你寻几位家人来，好好相看相看。你的事儿，姨母也会放在心上的，只是你可不逼你阿兄啊。你若想嫁出去啊，得先好好学习礼仪。没错。是。掌柜的，季大将军说是有事找你，请您过去一下。你收拾一下。是。季家大郎，有事找我？先坐。近几日，我姨母在为我相看娘子。好事啊，恭喜你。她一直问我，心里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子。我的心中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个人的样子，我便知道，我再也欺骗不了我自己。我一直觉得他看遍了千山，而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凡夫，该如何能入得了他的眼？但我想了许久，我这一生一直在做稳妥之事，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想一试，不论结果。玉娘，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3年前的5月初10，因为英英离家出走，她便住在了你这里。那个时候，你在院子里舞剑，翩若惊鸿，娇若游龙。我第一次见一个女子那样的洒脱肆意。不知为何，从那一刻，我便知道我再也忘不掉你了。可家中艰难，我无暇为了自己的私心行动，更没有底气站在你的面前对你诉说心意。直到近几日，你我阴差阳错几番接触，我不管你是如何看我的。但我想堂堂正正的、清清楚楚的将我的心意告诉你。我不想卑鄙的借着朋友的身份，悄悄的接近你，更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与你走得太近而损你名声。玉娘，我心悦你，我想娶你。
我阿爷是跑商队的，我自小便跟着他走南闯北，就像是一阵风，水拦不住，山也挡不住。这阵风也曾为一个人而停留过。后来的事情，我想你大抵也听说过。我仔细想了很久，我真的不能做一个端庄的妇人吗？不是不能，而是我不愿意。我是一个自私的人，相比喜欢他，我更喜欢我自己。我背上的包袱很小，装得了自由，便装不下他。但我喜欢的便是肆意的你，洒脱的你。我也从未想过说你要为我改变什么。这些话他也说过。你觉得杨家大郎是个出尔反尔的人吗？那谁不是事到临头，身不由己呢？同样的事情，我不想再经历第二遍。叔，你忘了，姨母说了，我们家无论男女主不让进也不让送。我确实忘了，但是没事儿，我已经骗他们说你睡着了。哎呀，难得呀，还有我们阿兄悄悄开门的时候。阿兄，你阿玉他拒绝了我，他说他害怕重蹈覆辙。阿玉看着肆意洒脱，但其实他内心也有柔软的地方。他之前跟我说，在江湖上，武功最高的侠客是不过招的侠客，因为只要不过招，就不会输。他其实是在保护自己。是我做的不够好。我刚刚在他楼下想了很久，我只告诉他我喜欢他，但是我的这份喜欢，又能够让他得到些什么呢？如果我能让他足够喜欢，足够安心，足够信赖，他怎么又会害怕重蹈覆辙呢？所以口说无凭，我会做给他看。不愧是我阿兄。但是阿玉心智很坚定，做了决定的事情，向来很难回头。阿兄这段路还是要走很长。你阿兄向来不是个聪明的人，但只要是我认定的事，我就会去坚持。哎，少爷来干什么呀？一天都没人搭理爷。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爷忙着呢，你们不搭理爷，有的是人搭理爷。这什么意思啊？
谁说没人搭理你啊？灯笼下这个香囊是我亲自染的丝，我娘子和我阿娘亲手帮我做嘞。我祝咱们国舅爷一世顺遂，锦绣荣华。祝国舅爷身体康健，平安喜乐。祝你长风破浪，不负少年。祝你逢赌必赢，双路除外。原来你们都知道啊！但逢良辰，顺送时宜。34，生辰快乐！生辰快乐！爷就知道你们不能忘了爷，爷爷早有准备。3，上菜。是，上菜。都好看，这个最好看。现在这个，哎，为什么出小娘呢就是最好看的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那能一样吗？能一样吗？好了，吃饭。摆正。挂完灯笼都过来吃饭啊！好嘞。金娘子，拜帖。这里是余府，白郎君不是应该先去见余掌柜吗？前几日三郎君说5日之后是好日子，白某有些好奇，所以特意过来看看，叨扰了。来者是客，您请便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些应该都是静娘子的主意吧？静娘子，你是对所有朋友都如此用心的吗？那也得分是什么样的朋友。我不介意我的朋友聪明，有自己的目的，但是要做我精英的朋友，只有一点，便是要赤诚以待。那你我之间现如今可算是朋友啊？如今嘛，算一半朋友吧。赵二郎君此次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益州水深，郎君不知深浅，便一脚踏入。作为益州景王，我还得好先提醒。啊，此话何意呢？放弃跟飞花会和余家的合作，我赵家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至于他们能给你的，我赵家愿意双倍奉上。赵二郎君觉得白某重视什么呀？既然为商，自然重令。但白某从来就没有说过，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呐。你不重令，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入股你赵家景业。那郎君愿意花多大代价呀？你到底是谁呀？我是谁你不用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能帮你得到季英英。哎，三郎，这些全要搬过去哦。哎，好嘞。莹莹，这便是那陈三郎。
姨母您认识啊？这三郎虽然看着身强力壮，可我听说他脾气暴躁，将来若是生气不高兴了，指不定会动手打你，这个不行。大郎，都搬完了吧？完事了。这盛家大郎虽说长得稳重，可自小是个药罐子，身上成日里背着药箱，将来恐怕是子嗣艰难的。莹莹这也不行啊。莹莹，哎，这些要放哪儿啊？啊，放里头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姨母好。蒋六郎已经娶妻了。哦，姨母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您不要多想。怎么叫姨母多想呢？姨母这是为你好。姨母，您是我的姨母，您在家如何教导我，我都认。但他们都是我朋友，您不能在我面前这样说他们。我也不需要您为我先看郎君。不需要。莫不是你已经有意中人了？是哪家二郎？快跟姨母说说，姨母替你瞧瞧去。没有，除了嫁人，我就不能做别的事情啊。你不嫁人要做什么事？你不嫁人，难道要躲到山里做姑子去？我想做自己的事，我想让季家恢复荣耀，我想以女子之身闯出一番名堂，我想肃清警业，而不是做一个一心只有儿女和丈夫，只生活在后宅里的妇人。姨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，哎呦，好，你胸有大业。是姨母在这儿碍了你的事儿了，不是？姨母正有收拾东西回家，不是，免得惹你心烦。李巡视是不是在这儿？你们是谁？闯进我家做什么？李巡视，你丈夫欠我们赌坊1000贯，拖了好几个月没还，人我们已经扣下了。你要是凑不齐钱来还，那就等着收尸吧。李峰从不进赌坊，又何来欠钱之说？信了吧？你丈夫这一年不知去赌坊多少次，早就输光了家底。我们掌柜的说了，要是实在没钱，就拿你和你女儿抵债。私压良民，掳掠妇女，还有没有王法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们就算去衙门，我们也不怕。我们掌柜说了，3天后把钱还上，就什么事都没有。不还，就等着看你丈夫和女儿的下场吧。只有3天，只有3天，我上哪去找这1000贯啊，姐？别急，先别着急啊。我们家里还有一些钱，但是1000贯是肯定凑不齐的。要不，咱们报官吧，先把李峰的命保住。阿紫，不能报官，千万不能报官啊！这丑事若是传出去了，那燕娘的婚事可就毁了。茵茵，你们飞花会的账上还有钱吗？燕娘，若是账上还有钱，你无论如何先拿出来救一下姨父好吗？啊不，你是救姨母，你是救燕娘，你跟燕娘可是亲姊妹啊，莹莹。姨母，您先别着急。当年我们家遭难，一众姻亲，只有您伸出援手。如今您有难处，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只是这1000贯也不是小数目，您容我再想想办法，好吗？好，姨母不吵你，你替姨母想想法子。姨母只能指望着你了。
就是啊，啥子事啊？哎，英英，怎么了？我家里出了点事儿，需要用钱，我想重新谈回钱掌柜那笔订单。我出去打探一下，看看钱掌柜跟没跟别人签单。我去联系私户们，如果和钱掌柜签单成功，我赶紧去订丝。上回买的染料好像不太够了，我去找各大掌柜问一下。你们都不问我具体发生了什么吗？不管什么，有钱我们一起挣，有事我们一起扛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那爷做点什么呀？还真有一件事儿，非你不可。那就行。我打听过了，吐蕃每年6月确有一场盛大的赛马节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平民百姓都会参加。两位客官，里面请。挺好，没什么可担心的。太好的生意总是让人心里不踏实。一会儿我们就打探一下，看看那个钱掌柜是不是真正的吐蕃人。小问题，尽量先生。嗯，这么巧啊！白郎君也在。实不相瞒，今日白某是特意在此等你的。白郎君怎么知道我会来？可否借一步说话呀14，你去把酒先热上。哦，行。神神秘秘，你还不记得听呢？起开。听说静娘子最近急需用一笔钱呐，钱掌柜这笔生意，时间紧任务重啊，风险可不小。如果静娘子相信白某的话，白某倒是可以借一笔钱给你，先周转着。多谢白郎君好意，只是茵茵认为，买卖易算，人情难算，人情往往隐藏着比买卖更大的风险。说到底，静娘子还是不相信白某啊，但也无妨，毕竟你我之间只是一般的朋友罢了。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钱掌柜，让您久等了。季娘子，请坐。上次季娘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不与我钱某人做这单生意，怎么，现在又反悔了？之前是我们没考虑清楚，今日我们特意带了见面礼来给钱掌柜赔礼了。这个见面礼可比我上次带去的轻多了。这礼轻诚意重嘛。这样，为表诚意，我给您亲自带上。干什么？我们吐蕃人的头，岂能让人随便乱摸？抱歉，抱歉，是我们失礼了，您息怒。来，这是我们益州最好的酒，钱掌柜，您尝尝。好酒。金娘子，既然想和我们合作，那我们再好好聊聊。谢谢钱掌柜，太好了。行。辛苦了啊。英英，买进这么多生丝，飞花会的账上是不是就没什么钱？现在是没什么钱，等半年以后和钱掌柜钱货两清，我们就能大赚一笔了。那如果没再交不起那把货呢？我总觉得不踏实。为了姨母和爷娘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赌一把吧。此次也确实是没办法，但咱们日后还是少冒险的好，不要再孤注一掷了。
你要多小心。你日后做事啊，莫要冒险，更不要孤注一掷了。哦，没事，我就是想到了一个盟友。盟友。哦，哎，这边。这整个南诏啊，最喜欢蜀锦的就是这白王了。他白王府的藏锦阁里网罗了天下最珍贵的绫罗绸缎。不过这白王啊，病了不少时日，一直在休养，没有出来。府里上下，如今是由前任清平官，也就是白王师傅的女儿宁代在做主。白王有个死敌，现任清平官杜燕。宁代怕杜燕趁机做手脚，便把府里上下安排得跟铁桶一般，可没那么好进啊。不好进，不代表着不能进。有人行刺王爷，快保护王爷！快！快！贺岁刘伯锦，1周都没有起兵，这难道怎么样？舒红锦，我说这藏锦阁怎么进不得人？原来做的是走私贡锦的勾当。好了，我抢不过你，我不跟你抢了。不过，我要是喊一声的话，外面的护卫就会听到，到时候咱们只能同归于尽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帮你把这个卖了，钱咱们俩平分。这件是我的，其他的你随便拿。那可不行，这蜀红锦可是最贵的。不过，你是怎么知道这里有蜀红锦的？我可是打探了好久才知道消息。你想知道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当贼的最重要的就是打探消息。这样吧，你把你的耳目告诉我，我考虑跟你合作。等我很久了吧？
宁代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身上的香气，与这花园的味道是一样的。假扮女贼诱供我，布下天罗地网，再抓住我。我知道我逃不掉的，但如果我现在大喊一声，我的同伴就会告诉全南诏，你的白王私藏了一件蜀铜锦，没有进献给皇上。这两败俱伤的局面，不是你想要的吧？燕燕啊，这次多亏有你，谢谢啊。林母，当年我们家遭难，您也帮了我们的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说这些。落英缤纷过，跌进尘埃，却在尘埃中开花结果。浣花溪畔的粉末，剪影飞花之间落。岁月若飞梭，一生萧索，却在萧索中走出缄默。换尽迷途与扑朔，为心里惊鸿一抹。如何用最渺小的你我，支撑最人生锁，去证明那翱翔绯色是我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似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投索万千年成线，曾经落尾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灭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艳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似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投索万千年成线，曾经落尾的执念。